喂，娘蓉，你好坏呀，差点被你吓死。跟你开个玩笑嘛。娘蓉又做了新衣裳了，这次需要我帮你试穿吗？你呀，要是有空的话，不如去做做和事佬吧。和事佬？你大哥和我爹最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冲突？我看我爹昨日从公州回的相府之后，就好像很不高兴似的。哎，你爹在朝中独揽大权，只要有人不听他的话，他就会不高兴的。那若是你大哥跟我爹真的变成死对头的话，那我和你也就要对敌了。金俊啊，你还是回去劝劝襄太傅，叫他不要跟我爹作对了。娘蓉，我大哥根本就无意跟你爹作对，他只是一心想辅助大王，好使大王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一国之君。相反，你爹就处处跟大王作对。让我说，你应该回去劝劝你爹，劝你爹别那么大野心才是真的。那你到底有没有替我们想过啊？若是你大哥跟我爹再这样对敌下去的话，你认为我爹还会让我们来往吗？这可是两件事啊！娘蓉，你不要是非不分行不行？既然你这么看重大是大非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你回去继续帮你大哥对付我爹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。娘蓉，你讲讲道理行不行？是啊，我是不讲道理，你走啊！你敢再踏入我店里半步，我就叫人来抓贼啊！娘蓉，我真是完全不知道他的脑海里在想什么，简直是完全不可理喻。什么不可理喻啊？大哥，在当今世上，你可不可以找到第二个女子比吕姑娘更刁蛮、更任性的？怎么了？要跟吕姑娘吵架了？嘿，难怪连孔夫子也这么说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”女人的心思简直是莫名其妙。那你想想，大哥，你跟吕不韦之间是国家大事，我和吕姑娘之间是儿女私情，又岂可混为一谈呢？这也不能怪吕姑娘。我和吕不韦弄成这样，吕不韦又是他爹，你也不能叫他无动于衷啊。他要偏袒他爹，我不怪他，但是他不能逼我和他的立场是一样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也不用这么小气嘛。吕姑娘虽然是有点小姐脾气，但是我看她应该是公私分明的人。只好这么想了。不过女人的心思，我觉得真是难以捉摸。就好比秦姑娘吧，突然之间神神秘秘。陇西减免赋税一事就此决定。
太后认为如何？一切就听大王定夺，本宫并无异议。未知众位卿家可有其他事情启奏？禀大王，下臣日前视察过咸阳一带，有感咸阳既为一国之都，理应是全国最富庶之地。但是近年农耕收成远远不及南方，是有改善之必要。然则吕丞相认为应该如何改善？下臣认为应该大兴土木，修建大渠，贯通经络二水，以作水利灌溉之用，使关中一带成为沃土。修建大渠。大王明察，以下臣愚见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未知李太师有何高见？回大王，秦国为筑长城，劳动力益之多，早已数以10万计，加上连年征战，全国男丁大半已被征召入伍，务农者早已大大不足。若此时再劳民伤财，大肆建渠，恐怕只会令秦国陷入疲乏之境，使六国有可乘之机。李太师果然深思熟虑，不求好大喜功，确实言之有理。筑渠之事，还是留待日后另行再议。太后意下如何？大王施政谨慎，实乃秦国之福。禀太后，吕丞相于门外求见。你出去跟吕丞相说，本宫有要事在身，不予接见。太后有何要事在身，连本相也无暇接见呢？吕丞相未经本宫许可擅闯大正宫，未免有点于理不合。哦，太后竟然跟本相讲礼节，难怪太后和大王处处与本相作对。原来太后早已将吕不韦当作是外人。若然不是吕丞相想独揽大权，控制大王，大王和本宫又岂会和吕丞相对立呢？哦，难道太后早已将吕不韦和太后当年的恩情忘记得一干二净？还是太后已经另有新欢，将吕不韦抛诸脑后？吕不韦，既然你还晓得尊称本宫一声太后，你就不应该出言不逊。我真是不明白，我吕不韦有什么地方比不上嫪毐？你竟然为了他处处和本相作对。我问你，你到底喝了嫪毐多少迷汤，受他迷惑？这个问题似乎要问你自己了。这10几年来，对你心如止水，没有半点情意。你走吧。你好，就算我吕不韦对不起你，你不乃念我，也乃念我们的亲生骨肉。
你不必再用大王来压我。大王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。你说什么？